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狂花。今天咱们介绍一部韩国的恐怖电影《人形师》。60年前，一男子按照妻子的模样量身定制了一个人偶，没想到人偶居然活了，还深深爱上了他。一天，妻子惨死家中，男人成了首要嫌疑人，最终被村民残忍杀害。从那以后，人偶就一直守在男人的坟前。60年过去了，5个不同背景的人偶爱好者齐聚艺术馆，他们分别是资深的摄影师小帅、开朗的大学生畅阳、干练的雕刻师西敏、忧郁的小说家永和。而最后这位并未受到馆长邀请，自称是一名模特，是听说了这个项目后不请自来的。随后馆长带着几个人来到了艺术馆的大厅，这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玩偶。同时人偶设计师阿美看到模特男的形象也很是满意。参观完以后，5人便回到了各自的房间，房间内也是风格各异的人偶摆件。出于礼貌，馆长便请几人一起吃饭。用餐时，大家对永和抱着的玩偶很是好奇。永和称这个玩偶已经陪他19年了。随后小帅就表示，这么久那应该有灵性了吧，还有收藏的石头、玩偶等来举例说明。纵使它没有生命，如果人们爱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就会像人一样有灵性。这种说法对模特男来说很是荒诞，但设计师阿美却完全赞同，表示自己的工作就是为玩偶注入灵性。每个人都会习惯性的遗失曾经的玩偶，但有灵性的玩偶却会偷偷的回到主人身边。说完便离开了餐厅。在接下来的拍照环节，永和突然显得十分惶恐，不断的大声尖叫，而后眼睛一翻摔倒在地，众人纷纷上前抢救。就在大家手忙脚乱时，模特男却偷偷离开了大厅，溜进了馆长办公室，看到了几个人的资料。突然馆长走了进来，模特男急忙躲进了旁边的柜子里，突然一只手莫名搭在了自己肩上，扭头一看，竟是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形玩偶，眼睛还在转动。就在这脊背发凉的时刻，柜门开了，模特男尴尬地看着馆长，谎称手机没信号，只想给女友打个电话。感觉谎言被拆穿，模特男只好坦白自己仅仅是进来而已，并未拿走任何东西。馆长见状也只能让他离开。随后馆长独自来到了地下密室，这里囚禁着一个长发男人。馆长把5个人的照片挂起来后就直接离开了。没多久，女孩美娜走了进来，就在她亲手抚摸西敏的照片时，长发男人便开口询问是否见过了西敏。美娜笑了笑，而后出来散步的西敏在大院见到了美娜，但西敏并不认识美娜。就在2人闲聊时，模特男走了过来，西敏立马和模特男打招呼。西敏本想向模特男介绍美娜，美娜却消失不见了。西敏也没有太在意，继续和模特男聊了起来。没聊2句，馆长出现，并表示设计师阿美有事找西敏。原来是阿美得知了西敏的职业后，认为雕刻师和人形师有相同之处，特意让他过来参观玩偶制作的。在这里，西敏看到了一个和美娜装扮一样的玩偶。阿美得知2人已见面，并猜测肯定很感人。可西敏却很疑惑，因为美娜告诉过阿美自己和西敏很熟，西敏却表示2人是第一次见面，应该是美娜认错了人。西敏刚走，美娜就从角落走了过来，满脸的伤心。而西敏刚回到大厅，就被发疯似的永和揪住了头发。其他人听到声音，急忙过来把2人分开。原来是永和醒后发现玩偶坏了，而女大学生说西敏曾经碰过她的玩偶，因此他认为是西敏干的。而地板上又有西敏的照片，所以永和更加确定就是西敏杀了自己的玩偶。西敏不知所措，转身只好返回了自己房间，而自己的房间也是凌乱不堪，好像被人翻过。晚饭时，馆长表示对白天发生的事会采取适当的措施。而此时对人偶略知一二的小帅表示，除掉有灵性人偶的唯一方法就是挖掉眼睛后再砍掉脑袋。而且在艺术馆不远的一个小山村，就曾经发生过有灵性的人偶报复人类的事件，并称自己的故乡就在那。话音刚落，几个人都愣住了，原来几个人是老乡，故乡都是那里。与此同时，房间里的永和却是心惊胆战，灯光忽明忽暗，人偶忽远忽近。晚饭后，西敏看到了哭泣的美娜，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美娜却责怪西敏为什么不肯认她。突然西敏看到了美娜那沾满鲜血的双手，立刻追问发生了什么。美娜看到了阳台上的阿美，转头伤心地离开了。担心美娜出事，西敏一直紧跟着她。由于脚下踩空，不慎落入坡底，昏睡了过去。艺术馆内，大学生给永和去送饭，敲门许久无人回应，就直接破门而入，却看到了惨死的永和。得知此事后，馆长第一时间报了警。此时西敏又神秘失踪，模特男便询问馆长美娜在哪。馆长表示她是这里一对职员的女儿，可能是回家了吧。
时间过去许久，警察仍未赶到，胆小的女大学生便强拉着小帅陪自己去上厕所。就在他起身离开时，却被身后的人偶拉了回去，捂上嘴，瞬间领了盒饭。小帅听到里边没了声响，便用相机偷拍，随后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，仍无人回应。感觉到不对劲的小帅便推开了厕所门，却看到了大学生姿势怪异的死在了马桶上。魂飞魄散的小帅拿起刚刚拍到的照片一看，赶紧扔了，连滚带爬的逃出了艺术馆。模特男发现后也赶紧开车追了上去。就在小帅疯狂驾车逃离时，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偶，本想急刹车，却发现刹车已失灵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车子撞到了土堆上，幸好有惊无险。小帅惊慌地查看了一下四周，没想到突然从后面伸出一只手，死死卡住了他的脖子。模特男赶到后发现小帅早已惨死在车中。昏睡的西敏梦到自己小时候的人偶，于是醒来后赶紧跑回艺术馆，打电话询问人偶的样子和名字。听了妈妈的描述后，西敏确定就是美娜。挂断电话，却发现美娜就在自己身后。美娜惊喜地望着西敏，她就是西敏最好的朋友美娜。当美娜向西敏慢慢靠近时，西敏却尖叫地跑了出去。看着她惊恐的表情，美娜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此时开车回来的模特男看到了死在厕所里的大学生，也看到了小帅拍的那张照片，马上找到了想要离开的西敏，认为凶手就是他，完全不听西敏解释，拿出手铐把他铐了起来，并表明自己其实是名警察，然后拿出小帅拍的那张照片，正是西敏谋杀的大学生，而且认为其他人也是被他所杀。就在此时，阿美现身问模特男身为警察为何来这，原来是2天前山脉附近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此人正是这里的工人。阿美继续问道，你是因为那张照片断定凶手是西敏的吗？当模特男再次拿出照片一看，原来的西敏竟然变成了人偶。此时阿美道出了电影开始60年前的杀人案，男人惨死于不白之冤。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清白的，但是除了他制作的人偶之外，没有人相信他。于是人偶决定帮主人复仇，杀掉当时害死主人的那4个人。慢慢的，人偶找到了那4个人的后代，也就是这次被邀请来的4人。2周前，人偶施展魔法杀掉了这里的一个工人，用他的尸体吸引真正的凶手。原来模特男的爷爷才是当时杀害女人的真凶，是阿美和丈夫长发男路过墓地时带回了坟墓前的人偶，人偶便附身在阿美身上，开始一系列的杀人计划。说完之后，阿美就准备离开，却被模特男拽住了轮椅，没想到阿美的头直接转了过来，随后身体也跟着转了过来，凶狠地吼道，是你爷爷杀害了我的男人，你注定要埋在这，至于西敏最好也死在这，否则你的家人和亲戚会死得更惨。呲牙咧嘴的发泄后，阿美离开了。得知真相的模特男本想为西敏打开手铐，却发现钥匙落在了房间，便拿出手枪让他防身，自己去找钥匙。模特男刚走，美娜出现了，安慰西敏不要怕。就在美娜慢慢靠近时，西敏一狠心开了枪。此时的模特男正拿着钥匙准备离开，房门却自动关闭。西敏看着美娜头上的弹孔慢慢消失，异常惶恐，可美娜却叮嘱他暂时在这等着，说完便离开了。模特男刚撞开房门，一根铁索就飞过来缠住了他的脖子，向大厅拽去。西敏凭借着肥皂的光滑挣脱了手铐，跑到大厅见到了美娜把模特男吊在了房顶，立刻跑到阿美房间找到人偶。就在手起刀落的瞬间，美娜的人偶却不见了。原来是美娜松开铁索赶过来拿走了人偶，自己杀掉欺负西敏的永和，就是想陪伴在西敏身边，没想到西敏却想杀了自己。此时伤心欲绝的美娜已被恶魔附身，眼球瞬间变红，吓得西敏赶紧向外跑去。与此同时，馆长在密室劝说着长发男，自从人偶附在阿美的身上后，就胁迫这2个男人听他的吩咐。馆长担心姐姐阿美的安危，已经服从，而长发男却宁死不从。人偶想让长发男按照主人的照片制作出有灵性的人偶，让主人复活。这次长发男趁馆长不注意，用提前偷偷打开的手铐铐住了馆长，拿着一把斧头离开了密室。而这边模特男已经被邪恶的美娜杀死。美娜死死掐着西敏的脖子，说要杀了他。西敏用激将法刺激美娜，她什么都不是，根本没把她当朋友。就在美娜想彻底杀死西敏时，却看到了她手臂上的疤痕，那正是西敏为了保护她被摩托车撞倒刮伤的。而人偶也正是此刻有了灵性。美娜松开手，意识慢慢恢复正常，趴在她身上伤心地哭起来。这时阿美拿着人偶威胁美娜让开，不然就刺破人偶的双眼。可美娜宁死也要保护西敏。阿美疯狂地扎着人偶的眼睛，也拧掉了脑袋。这时美娜无法再保护主人了，深情地看着曾经的主人，深深记在脑海里。
就在美娜想要杀死西敏时，被及时赶到的丈夫长发男一枪击中。此时馆长也从密室跑了出来，看到中枪的姐姐，便和长发男厮打起来。受伤的阿美还想置西敏于死地，却被西敏捡到的锥子刺中。这时馆长走了过来，可是没走几步却瘫倒在地，原来是身受致命一俘。随后长发男走过来，跪在死去的阿美面前忏悔，不应该把那个人偶带回来。就在此时，艺术馆里的人偶全部复活，围住了想要逃跑的两人。两人趁机从坏掉的窗户艰难地逃了出来。长发男指着被雷电击破的雕像，让西敏去毁了那个从墓地带回来的人偶。西敏立刻开车将雕像撞倒，拿起斧头彻底毁了这个人偶之灵，然后烧毁了艺术馆里所有人偶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